小姐，这汤您炖了2个时辰了，太子殿下真有福气。暖胃汤火候要足，枸杞要后下，急不得。那奴婢帮您提食盒。不必，我自己送去就好。太子好酒量。太子明日当真要把如意给柳真真？真真身份低微，我自然要当众给她些体面，才不至于让她叫人看清了去。那太子和苏明月的婚约岂不是要就此作罢？苏明月可是上京第一贵女，太子当真舍得？我和苏明月早有婚约在身，她除了嫁给我做侧妃，这世上谁还肯娶她？太子是未来的皇上，谁肯为了一个女人公然跟太子叫板？不要命了！苏明月出身高，姑就是要磨磨她的心性。5年了，我竟今日才看清，他眼里从来没有我。既如此，便不必再留了。萧炎果真愚蠢，我是皇上钦点的太子妃，我嫁给谁，谁才是太子。今日是太子选妃的好日子，朕与皇后操劳半生，就盼着言儿能择一位贤良淑德的太子妃，日后母仪天下，为皇家开枝散叶。太子，持此玉如意，交于你心仪之人，以定太子妃之位。儿臣谢父皇。不用看了，肯定是苏阁老的孙女苏明月。5年前就定了婚约，今天不过走个过场。除了她，谁还配得上太子妃之位？苏明月，你除了会炖汤，还有什么能耐？若不是你身份高，哪里比得上真真？看我让你苏家今天颜面尽失！怎么回事？难道不是给苏明月的吗？萧燕，你果真愚蠢！你以为太子之位是你的，我嫁给谁，谁才是太子。既然你选了他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多谢太子殿下抬爱。太子竟然将代表太子正妃之位的玉如意给了柳真真，这怕不是把柳县城之女和苏阁老的孙女弄混了？2个人隔着那么老远坐，恐怕不是弄混吧？苏小姐，虽然你我早有婚约，可我对真真倾尽深重，心里再也容不下其他人。父亲，5年来我日日为他熬汤，苏家上下为他铺路，他倒好，把如意给了柳真真。月儿，你早就知道？昨日送汤便听到了，他以为当众羞辱苏家就能显得他多有骨气。你说什么？真是愚蠢。那你不急，他既选了别人，苏家便不必再为他费心了。父亲，我们等着看就好。看来这柳真真才是太子殿下的心上人啊！怪不得一个县村的女儿竟然能有资格参加太子的选妃宴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苏明月可是自幼便和太子订过婚约的。苏明月贵为上京第一贵女又如何？还不是被一个县城之女给比了下去。太子可真是个性情中人，为了柳真真，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让苏明月下不来台，这可是公安打脸太傅府啊！苏家被退婚，太子选了柳真真。太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太子他还小，不知道这玉如意背后的寓意。你们这些奴才是吃干饭的吗？太子小不懂事，你们还不懂事，还不赶紧把玉如意从柳姑娘那里取回来！柳姑娘，快把如意还给咱家吧。这是太子殿下送给我的，我不能给你们。你们想要干什么？这是我送给真真的东西。言儿，你若是想赏赐柳姑娘，不拘什么赏她些便是。父皇、母后，我不是孩子了，我知道这玉如意代表什么。我既然把玉如意送给了真真，便没有再要回来的道理。胡闹！
你不要忘了，你和明月可是有婚约的。你这般任性，叫明月该如何自处？父皇母后，之前儿臣以为这婚与谁成都一样，直到我遇到了真真，我才知道这世上还有让我如此心动的人。我对真真的感情至死不渝，所以，请恕儿臣不能娶苏明月为正妃。言儿，太子选妃是大事，由不得你如此任性。母后，我知道你们属意苏明月为太子妃，无非是看中了苏家的权势，想让苏家成为儿臣以后的助力。可儿臣走的每一步靠的都是自己，以后也无需仰仗他人。这个萧燕当真愚蠢至极。皇后虽然贵为中宫，却没有子嗣。若是她的背后没有苏家撑腰，就凭她一个宫女借着皇上醉嘴生下的雌皇子，凭什么能让皇后选她记到自己名中？我本不想趟这趟浑水，可萧燕这话是要把苏家往结党营私的罪名上推了。危及到苏家，我便不能坐视不管了。太子殿下言重了，苏家的权势都来自于皇上的恩赐，苏家上下无一不是纯臣，此生只效忠于皇上一人，又怎么徇私偏帮殿下？殿下有今日成就，自然靠的都是自己。你无需在这里显摆自己的家世。真真她除了出身不如你，样样都强过你。太子哥哥，我知道自己出身低微，配不上你，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。此生无法和你长相厮守，那真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真真小心！看看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。男未婚，女未嫁，便在大庭广众之下搂搂抱抱。太子，你看看你现在成何体统！来人啊，还不赶紧把他们两个人给我拉开！母后，真真她心地善良，儿臣是真心喜欢她的，还请母后成全。言儿，你莫不要被她的外表给骗了？你怎知她不是冲着你的身份来的？3个月前你微服出巡，马儿受惊，她恰好出现，你就救了她，有这么巧的事？母后，真真不是这样的人。况且那天儿臣是微服出行，她如何能认得儿臣是太子？太子当真是愚蠢。当日他虽是微服，车驾却是有规制的。何况柳真真是县城之女，太子要出宫视察的事，他知道也正常。你与明月早就定下了婚约，你今日所为，要置他于何地？今日之事的确是我对他不起，可感情的事不能勉强。若是他愿意，我可以许他一个侧妃之位，以后只要他尽心服侍我和真真，真真天真善良，定也不会与他为难。太子莫不是得了失心疯，竟然要抬举一个县城的女儿做太子妃，让苏阁老的嫡亲闺女做侧妃？出身高又怎样？选妃宴上出了这样的变故，为了顾全大局，看来只能让苏明月做侧妃。说好听点是侧妃，实际上还不是妾。依我看，这苏明月未必肯。明月，本宫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明月心知自己才疏学浅，能得皇后娘娘抬爱已是平生之幸，实在担不起太子妃的大人。这苏明月当真要给太子做侧妃？哼，什么上京第一贵女，你还真当她有骨气？太子侧妃也是妃，苏明月又怎么会舍得就此放手呢？苏明月，你无才无德，每日只会给本太子炖一些乱七八糟的汤，能许你一个侧妃之位，已经是我给你最大的体面了，还望你以后能够安分守己。太子殿下恐怕是误会了，娘娘。明月无才无德，的确不堪为太子良配。可苏家有家训，苏家女儿宁为仆人夫，不做贵人妾。苏明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愿做本太子的侧妃？太子哥哥，苏小姐恐怕是想用以退为进这招吧？说是不想做侧妃，其实就是想做正妃而已。如果真是这样，真真愿意做侧妃，终身服侍苏小姐和太子哥哥。这5年来，苏明月事事以我为先，定然是心悦我的，怎么会这样轻言放弃？果然是苏阁老培养出来的孙女，当真老谋深算。不过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正妃的位置只能是真真的。哼！太子，明月身份尊贵，就算她不计前嫌答应2人同时嫁给你，也只能是柳真真做侧妃。真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看这样子，这柳真真8成是有身孕了。这苏明月就算是当了正妃又如何？这还没过门便有了庶长子。太子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是我先勾引太子的，求皇后娘娘饶了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他可是太子的骨血啊！苏阁老，儿女的婚事
还是要我们这些长辈做主才是。不知苏阁老意下如何？当初明月和太子殿下订婚的事，不过是长辈之间的玩笑话罢了。苏明月，看来还是本太子给你脸了。你若是不愿意做侧妃，那便做侍妾，做通房。现在真真已经怀了本太子的孩子，正妃的位置只能是她的，你莫要再耍花样了。臣女祝太子殿下和柳姑娘白头偕老，百年好合。本宫身子不适，就先回国休息了。太子哥哥，苏姐姐不会真的要跟您退婚吧？她才舍不得与我退婚，她这番假模假样的，不过是在和我博弈罢了。若我此时认输了，这太子妃的位置就是她的。太子哥哥，真真不在意名分，能日日陪伴在太子哥哥身边，就算是为奴为婢，真真也甘之如饴。可是真真的肚子里已经有了太子的骨肉了。傻瓜，本殿下怎么舍得让你受委屈呢？更不舍得让咱们的孩子一出来便背负上庶出的名分。是啊，萧燕便是庶出，早年在皇宫里受尽了冷眼。祖父、父亲，我突然觉得身子有些不适，咱们也走吧。站住，苏明月！你当真要与本殿下退婚吗？太子殿下，难道我刚刚没说清楚，还是您没有听清楚？苏明月，这天底下谁人不知道你我曾经订过婚？就算你和本殿下退了婚，又有哪个人敢娶你？难不成你做好了孤独终老的打算了？就算这苏明月国色天香，可谁敢公然和太子过不去？现在摆在苏明月面前的就两条路，一个给太子做侧妃，一个就是出家当姑子去。别说是终身不嫁，就算是剃了头做姑子去，我都不会嫁给你。七皇子，他怎么来了？不是在北境吗？你忘了，北戎使团进京议和，皇上召他回来的。这几年他把北戎打得节节败退，一仗都没输过。那他来选妃宴做什么？听说这七皇子出生时母亲就难产死了，国师说他命硬，克父克母，刚生下来就被送到漠北。此话当真？自然当真。萧玉，你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竟然敢打本太子！哼，先前若不是看在月儿姐姐的面子上，我早就打你。现下好了，月儿姐姐不嫁你，我便没有顾虑。我奉劝你以后要管好嘴巴，再敢诋毁月儿姐姐一次，我便打你一次。这七皇子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这才刚刚在皇上面前得了脸，就闯下这种大祸，真是糊涂了。谁不知道皇上最不喜欢的便是他这个七皇子？看来皇上又要把他贬到漠北去了。月儿姐姐，这是我舅舅给我的传家宝，说是让我以后给媳妇儿的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他可是连太子都敢打的人，咱们还是早些回府吧。我刚刚可看清楚了，他那拳头可是比馒头都大。是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家还有些急事要处理。苏明月，他不过是个不受宠的皇子，跟他还是跟我，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吧。太子，我记得刚刚没打你的腿，去给父皇告状还走这么慢。月儿姐姐，现在没有外人了。前些时日，皇上在大殿上亲口褒奖你，恢复你皇子身份的时候，你都没有这般高兴过。我刚与太子退婚，你就不怕他报复你？月儿姐姐刚答应要嫁我，就知道关心我了。不过姐姐不要担心，如今北戎的使团还在，父皇不会重罚我的。七皇子，皇上请您过去一下。太子那个王八蛋跑得还真挺快，早知道就把他腿打断。我还有许多话想跟月儿姐姐说呢。月儿姐姐，你且先回去，等我晚些去找你。七皇子自幼长在边关，无拘无双惯了，这才口无遮拦。待会儿见了皇上公公，记得帮忙提点着点儿。这就护上犊子了。放心吧，若是皇上真有意为难他，来的就不是咱家了。七殿下，陛下在里头等着呢。把门关上。
站那么远做什么？走近些。坐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青石镇，北戎南下3条路，青石镇是中间那条。全年入冬前，阿史那想从这儿突进来抢粮，被我们挡了回去。挡回去，折了多少人？战死137，伤400有余。北戎使团进京的事，你都知道了吧？知道。舅舅派人送的信。你觉得他们这次是真心来议和的，还是另有打算？真心来议和的。哦，舅舅在北境守了这些年，打了30多仗，北戎一次便宜没讨到。去年秋天，舅舅率3000骑兵深入草原，端了阿史那2个补给营，烧了他们过冬的粮草。北戎主力还没接战就被断了后路，退回去的时候冻死饿死了不少人。他们是真打不动了。舅舅心里说得明白，阿史那的弟弟现在还压在青石镇，北戎派人来求和，就是想把人要回去，顺便休战。所以你主张和？和，但不是咱们求他们和，是他们求咱们和。打咱们不怕，但打仗死人，北戎今年退了，明年还来，没完没了。现在他们主动递了台阶，咱们接住就行，人可以放，但要让他们记住，这条命是咱们给的，往后10年20年，他们想再动刀兵，就得掂量掂量。听说你刚在宴会上打了太子。是。哪儿来的胆子？是他辱了月儿姐姐。5年寒暑，月儿姐姐日日为他炖汤悉心照救，苏家更是倾尽全族之力为他坐稳太子之位，保驾护航整整5年。可他却在满朝文武世家贵女面前，当众诋毁月儿姐姐无才无德，污蔑苏家结党营私，图谋不轨。父皇，儿臣只觉那2拳打得太轻。他是储君，是当朝太子，他马上就不是了。所以，你觉得朕该废了他？儿臣从未有撺掇父皇废除之心，选飞燕动手，是儿臣一时义其一己之责。父皇宜归惩处便是，儿臣毫无怨言，尽数认下。可儿臣方才那句话，绝非觊觎楚，那是为何？因为他不配。储君之位，承载的是天下苍生，坐上去的人，必当对得起万民，对得起江山。可萧燕是非不辨，终结不分，看不清谁是真心辅佐，谁是包藏火星，竟被一个屈身县城之女的花言巧语玩弄于股掌之中。父皇若将万里江山交付于他，儿臣戍守北境10年，见过乱世流离，苍生疾苦，实在不敢放心。依你所言，萧炎不堪处任，你当众以下犯上，殴打储君，那你告诉朕，此事朕该如何处置你？你在漠北鏖战10年，是震慑北戎的名将。如今北戎使团尚在京城逗留，朝野与列国皆在盯着朕的一举一动。朕此刻若重罚于你，外界会如何揣测？北戎使臣看在眼里，又会如何轻视朕？一国帝王连西夏公子都管束不住，何谈震慑列国、镇守山河？故而朕不会罚你，并非认可你的莽撞徐静，亦非对你有所偏袒，只不过国事为先，家事为末。北戎使团一日未离上京，你便一日是朕从北境召回的护国功臣，而非宴会上冲动斗殴的皇子老妻。朕只问你一句，打萧燕那2拳，你可曾后悔？儿臣绝不后悔。退下吧。老七，青石镇，朕未曾亲临，你手绘一份详细地形图，明日递入宫中。儿臣遵旨。
10几年了，这性子终究没随他舅舅。方才殿中对峙，七殿下句句坦荡磊落，宁愿一人扛下殴打太子的罪责，也不肯违心折损本心，委屈苏家。这般赤诚刚正，正是北境风沙立出来的风骨。他当众动手，看着鲁莽，心里却透亮。他分得清公私，辨得明轻重，知晓如今北戎使团尚在京中，国事在前，家事在后，便甘愿一身担下所有非议，从未视沙场之功，向朕挟私邀赏办法。朕何尝不知，太子长于深宫锦绣，不识乱世流离，不知民生疾苦，识人不清，心性防动，的确难堪天下重任。可北戎未退，列国窥伺，朝堂根基动不得，储位更迭，牵动朝局。朕今日压下罪责，不予惩戒，是顾大局，稳朝纲，而非认可他鲁莽行事，更非偏袒任何人。陛下圣明，一则保全名将体面，安边境将士之心；一则稳住外敌窥探之念，保全朝堂安稳。今日一局，已然看清2位皇子格局心性。明日让他将青石镇电图呈上来，画得好，朕亲自请他用膳。奴才遵旨。我没事。我知道你没事。爹，你从小就是这样，越是没事越要先说一句我没事。那个混账东西，那个王八蛋，以后若让我在朝堂上碰上他，我非得……爹，您若在朝堂上给他脸色看，传到皇上耳朵里，反成了苏家仗势欺人，咱们不能落这个口实。月儿，你是早就料到他会当众把玉如意给柳真真？是。那你为何不提前告诉我？因为提前告诉您，您会去找祖父商量，祖父会去找皇上陈情，皇上去压太子，太子迫于压力勉强娶我做正妃，然后呢？然后苏家就欠了皇上一份人情，太子也打心底里记恨苏家，觉得是苏家仗着权势逼他低头，以后他若登基，头一个要清算的就是太傅府和将军府。爹，您觉得那桩婚事还能要吗？所以你是故意等他当众发难，才能名正言顺的退婚？我给了他机会。选妃宴上，他但凡有一句话是替我着想的，哪怕只是说一句苏小姐待我5年，我心中敢谏，我都会再忍一忍。可他说的全是让我做侧妃、做侍妾、做通房。爹，我能忍他待我不好，不能忍他把我当一件可以讨价还价的物件。祖父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还在风里站着？回来就好。爹，您就不问问今天的事儿？有什么好问的？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退了婚，把信物还了回去，礼数周全，进退有度，没什么可问的。祖父，爹，我有些乏了，先回房歇歇。去吧，今夜好好睡一觉，明日的事明日再说。明日去查查七皇子在漠北这些年的底细，事无巨细都要。爹，您这是……他为什么叫我月儿姐姐？这称呼好耳熟。难道是他？姐姐这是在担心我？你少在自己脸上贴金了，我好好的抄我的经，哪有功夫担心你？
姐姐骗人，你有心事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抄经。如此隐秘的事情，他如何知道？月儿，你说皇上他不会真的重罚七皇子吧？父皇并未惩罚孩儿，还请岳父大人勿要担心。你个登徒子，大晚上的居然跑到我女儿房间里来了！姐姐，我先走了，我再来找你哈。还敢来！你为何知道我有心事的时候就喜欢抄经？这5年，我若是想姐姐了，便会来偷偷看姐姐一眼。从漠北跑马回来，日夜兼程，不眠不休，只要10天就可以到达上京。为何是5年？我从水里将姐姐救上来时，就下定决心非姐不娶了。5年前你救的我，可萧燕说是他救的。王八蛋，竟然抢了老子的功劳！姐姐不会是因为他救了你，你才要嫁给他的吧？哎，你去干嘛？我要去废了太子那个王八蛋！现在还甜吗？甜。那现在你告诉我，5年前你为何会在宫里，又为何会救我？小时候我以为自己没有父母，只有一个舅舅。5年前我无意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，所以我想来看一看我的父亲是什么样子。那时我扮成一个小太监，别人都欺负我，唯独你处处护着我。当初救我的人竟然是萧月。5年前，那时候我奉旨在皇宫陪伴皇后娘娘。那时候宫里的确来了一个小太监，因为桀骜不驯，到处闯祸。儿臣拜见父皇。父皇，您不能将苏明月赐婚给老七，她可是跟我有婚约的。当初不是你执意要与苏明月退婚，迎娶柳真真的吗？我是要娶真真不假，但我也没说要和苏明月退婚啊。那依你的意思，是让苏家嫡女苏明月给你做侧妃？父皇，我是您立的太子，未来可是要3宫6院的。混账！他的祖父是朕的老师，他的父亲与朕情同手足，那又如何？大不了到时候我让他做贵妃。天天不务正业，整天想着这些事。父皇息怒，我日后定会好好规劝太子的。父皇，若是苏明月不愿意为侧妃，那儿臣便让她为正妃，柳真真为侧妃便是了。反正我不同意把她嫁给老七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。柳真真，你不过是一个县城的女儿，能给本太子做侧妃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同意把苏明月许配给老七。父皇，你要为儿臣做主啊！你看我脸上的伤，这老七还要当着您的面打我。七皇子，你还不给我过来！太子放心，七皇子不会动您一个手指头。臣女今天和七皇子是来向皇上谢恩的。还是明月懂事。这柄如意是朕和皇后成婚时先皇送的，今天便赏给你们。这，你们的婚约就定在7天后。谢皇上隆恩。父皇，我不管，苏明月必须嫁给我，她跟我有婚约。赐婚的圣旨已经下了，君无戏言。太子，好自为之吧。太子哥哥，您可是未来的皇上，等你坐上了那个位置，想要什么，难道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？是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启奏陛下，太子萧炎卖官未赚，圈占土地，臣请陛下严惩。你血口喷人，诬陷！陛下，老臣有太子节官员私营盐铁的账册，呈上来。萧炎，你这个逆子！臣也有人证，太子还强占民田，请赐陛下官爵。传旨，废太子萧炎为庶人，圈禁上庙，退朝。万岁万万岁！明月，我错了，
求求你不要抛弃我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只剩下你了。皇兄说错了，你不是还有柳真真？这个贱人！柳真真正在打包行李准备逃跑，你要是回去的晚了，可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个贱人，当初我都是为了他才落得这副田地，他见我落魄便想着要走。蠢货！月儿姐姐，我来接你了。这酒有点烈，以后我天天陪姐姐喝。殿下，萧炎被皇上贬为庶人了。知道了。怎么了？萧炎被贬为庶人了。他落到如今这个地步，都是他咎由自取。又看出问题了。有人想离间你我。京城门房在门口拾到的，每个笔画都刻意歪写，越是伪装，反倒越留破绽。这半个之字的墨带了个回锋小钩，这种写法我在祖父书房里见过。所以你祖父那本军饷账册在你手里压了3年，等选妃宴上一闹，圣旨一下，你才把它塞进了我的袖袋里。萧玉，有些话今日既然有人送到你面前，我便跟你把话说清楚。那本账册祖父交给我时说，何时拿出来交给谁，由你定。月儿，你越是这样坦荡，我越不会以你半分。林修这个人，你动还是不动？但不是现在，我需要2日，找一份林修亲笔你的公文来对自己。查到了，林修的手笔对上了，我已面呈父皇，他当即命人将林修软禁在纸坊里。他有没有提别的事？他让我明日早朝后单独去御书房，大概是跟立储有关。明日我陪你进宫，我在御书房外面等你。陛下临朝。启奏陛下，北境合约后续细节已拟定，请陛下圣裁。北境护市设于沙州、玉门关2处，每季1开，以粮换马，细则已与兵部、户部会商。京畿春耕农具调拨应从邻近3州先行调配，省却漕运之费。太学扩建预算复查，儿臣以为当以实际在册生图数为准，不可虚构冒领。启殿下，皇上请您进去。你恨不恨朕？儿臣小时候怨过，后来舅舅说，若没有父皇这道旨意，儿臣在上京活不到成年。那条路苦，可活下来了。朕这些年对不住你，可朕也没有别的办法。国师一句话定了你的命，朕若不把你送走，朝中那些人能把你活活吃了。儿臣都明白。立储诏书，朕已盖印，
明日早朝宣读。朕登基以来，立的太子一个接一个让朕失望。朕后来想明白了，朕挑的人都是别人替朕挑好的，可你不是，你是自己闯到朕面前来的。你走到今天，靠的是你自己的拳头和脑子。朕要立的太子是你自己挣来的。儿臣谢父皇。儿臣有一事相求。说。儿臣想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册封礼，同时册立太子妃。月儿她担得起，没有她，儿臣走不到今日。下去吧，他在外面等你。回家了。明日之后就不一样了。但有你在，我就不慌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七皇子萧玉战功卓著，仁德兼备，即日起立为太子。儿臣谢父皇隆恩。太子千岁。回望太匆匆，此生多少情与愁。上京暗流晃动，不得不去挣一招了。太子殿下，边关虽有战功，然回京未久，长政上升。老臣以为陛下当为太子择师，授以朝章典制。周大人所言极是，本宫倒是做过一些。去肃北境军饷3000两是账目有误，还是另有去处？殿下，殿下，老臣需回部查阅账册。周爱卿，散朝后留一下。这些账目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查的？3年前，只是当时递上去的折子都被压了下来。你倒比你那几个兄弟都明白。是月儿教我的。苏家养了个好女儿，是儿臣娶了个好妻子。早朝累吗？不累。周崇被拿下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今晨出门前把那本账册塞进袖子里，我看到了。而且你昨晚核对账目到半夜，蜡烛都烧尽了2根。你故意让我看到账册，想看看我会不会拦你。你没有拦。因为这件事你做得很对。周崇是前太子的人，你要在朝堂上站稳，第一个要动的就是他。最好的方式不是暗地里使绊子，是当着所有人的面用铁证让他无话可说。这些话是谁教你的？祖父。你祖父是个了不起的人。你也是。他动了。我想带你去北京看看，那里天很高，地很阔。现在想带你去看看。等孩子大些，我们一起去。你父亲昨天来找我了。我爹找你做什么？我叫他岳父大人，他没说话，但我看到他转身的时候胡子动了一下，应该是笑了。谁？我。你来做什么？给你送些东西。天冷了，太庙里潮气重，里面有件厚袍子，还有你以前胃疼时常喝的药膳。你居然还记得我的胃？5年，不会忘。是他的孩子？是。我只想问一个问题，那5年，有没有一次是真的？每一次都是真的，但不是因为心悦你，是因为婚约在那里，责任在那里。我做了所有应该做的事，是你自己把这一切推开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的糖。萧衍，以后好好活着。你欠柳真真的已经还了，你欠我的，我不要你还了。母子平安，胎位很正，太子妃身体底子好，应该不会太难。穆大夫都说了没事，你还紧张是什么？我没紧张。
你的手在抖。要生了，大概是。来人，传稳婆！岳父、祖父，他小时候身子弱，从来没给自己炖过一碗汤。恭喜殿下是个小皇孙，母子平安。叫萧横吧，横，玉佩上的横玉。你给我的传家宝是玉佩，皇上赏赐的如意也是玉，就叫他横儿。殿下，北境急报，北戎大王子阿史那率骑兵南下，连破3座边镇。什么意思？阿史那当年在漠北时跟他交过一次手，他很会打仗，但更会谈判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他这次南下可能不是为了打，是为了谈。他把边镇当成了筹码，逼朝廷派人去谈，而要谈的人一定是我。你必须去吗？必须去，为了边镇的百姓。什么时候动身？3天后，给他取个名字再走吧。不是已经取了叫恒儿吗？那是小名。还是就叫萧恒吧，这个名字寓意很好。这是护身符，等我回来。我和孩子等你。殿下，他们派人来过了。阿史那说要谈可以，但只跟你谈。告诉他，明日午时，两军阵前，不见不散。萧将军，好久不见！我到现在还记得你是怎么用300骑兵诱我2000主力进峡谷的。你弟弟还好吗？好得很，回去后胖了10斤，天天念叨萧将军对他好。我父还骂了我整整1个月。我们北戎人记恩，所以我这次南下是为了告诉你一件事：有人想趁你不在上京时对你妻子和孩子动手。谁？是你们的人。我的人截获了一封密信，信上说太子出征，太子妃独守空府，正是下手的好时机。我先回去。你的条件是什么？合约不变，我们要求每年多1000担的边贸配额，不是要让你们白给，我们用马来换，公平交易，互不吃亏。我女儿选了你，不是因为你打了太子2拳，是因为你在选妃宴上用一个眼神吓退了满场的官眷。岳父大人，叫爹吧。爹。几位深夜来访，不知有何贵干？哼，太子妃好胆色，不过今日恐怕由不得你了。你们是前太子的人，你不用知道。我只是好奇，因为不管他给了你们多少，你们都没命花。拿下！拿下！受伤没有？没有。孩子呢？在奶娘那里，很安全。这匕首不错，萧玉给我的。这小子总算送了一件有用的东西。府中无事，有人想动月儿，已拿下。你留在进京暗中保护月儿的那个人，出手很快，下次直接告诉我是谁，省得我查。那个蒙面人。皇上有旨，太子萧炎圈禁期间，有前太子旧部试图谋逆，经查实，萧炎本人并未参与。今削去萧炎一切爵位封号，发往北京边关戍边赎罪，永不得回京。什么时候走？明日。
苏将军，他还好吗？他很好，孩子也很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往事流转在你眼眸，一遍遗忘。老七，好好待他。萧环是朕的长孙，他的百日宴要办得隆重。朕想过了，趁着这个大喜的日子，将明月太子妃的身份正式昭告天下，给她一场专门的册封礼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儿臣谢父皇隆恩。册封苏氏明月为太子妃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苏氏明月贤良淑德，堪为储妃。看什么？看我媳妇儿好看。望儿与太子同心同德，共辅社稷。臣妾领旨，谢皇上隆恩。想什么呢？在想那时候幸好怎么。月儿，今日在殿上走得稳当，和你当初在选妃宴上站起来说太子殿下言重了时一模一样，比你爹我当年强。我头回上朝，腿肚子转筋。祖父、父亲，你们就别拿我打趣了。小时候在边关想离开，到了上京，发现这里更冷。边关的冷是风沙，上京的冷是人。直到我遇到了你，我见过的所有人里，你是最狠的，也是最温柔的。头发散了，以后出门前我给你梳好。好。别吃，这是漠北的沙，不是你母亲炖的汤。漠北的沙。萧环1岁，其父于后院堆沙为墨，其母甚畏。月儿，来看恒儿。来了。恒儿想你了。那天傍晚，也是提着这只食盒，站在门外，听见他说那些话，手悬在半空，最终没有推门。看，这是你爹给你堆的沙。爹堆高高。跑得倒快，我刚堆好一个，他一把就抓走了。那你再堆一个便是，反正沙够多。又打你爹！好沙。什么？我说，这沙从北京运来，路途这么远，你费了不少功夫。值得。娘，你看，这是做什么用的？这是拴马的。拴马？拴在哪里？现在是旗杆。旗杆上缺一面旗。
爹，这棵树是不是长高了？长了一点。那它什么时候能长到北京那棵歪树那么大？等它长到那么大，你早就骑着马到处跑了。那我能骑着马去看那棵歪树吗？过些天带你去，坐马车去。真的？娘也去吗？你娘想去就去。恒儿说你要带他去看那棵歪树。春天了，正好出门走走。那我也去，路上可以帮你看着恒儿，不让他乱跑。那我去叫人把马车收拾一下。我头一回看见这棵树是回京那年的秋天，那时候我还没被立太子，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嫁给别人。这桩子是我用北京的军功赏银买下来的，因为这棵树的样子很像我在北京帅帐外头那棵。你在北域那10几年，每次看到那棵树都在想什么？想回来，想有个人能在京城等我，想把他带到这里来看这棵树。以后每年都来，等环儿再大些，让自己爬到那石凳上去坐。等他再大些，他就会记得他娘每年都有一棵树要看。那棵北京的树现在还在吗？还在，那地方风沙大，活一棵树不容易。它活了那么多年，不会轻易死。那就好。